最近俄罗斯媒体花大笔墨介绍了中国即将进行海试的福建号航母，表示这艘航母将会是福特号最大的对手。在文章里，俄罗斯人对福建号的建成表现出了赤裸裸的羡慕，然后说福建号大概率就是把苏联时代未完工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母转生而来。中国做的就是让老苏联未能实现的项目起死回生，并进行现代化改造创造性的搞出了电磁弹射系统，本质上还是以前老苏联的技术。无独有偶，美国人也对福建号航母的建成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说，中国的福建号抄袭的是美国的小鹰号，本质上就是小鹰上面加了个电磁弹射轨道。怎么说呢？不管是俄罗斯媒体还是西方媒体，硬要将福建和什么乌里扬诺夫斯克和小鹰扯上关系，只能让人笑掉大牙。我们先说一下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这是苏联时期建造的最后一艘航母，该航母于1988年在乌克兰的黑海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开工，是苏联第一艘超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只不过这个超级航母是相对于俄罗斯人自己的航母而言本质上这玩意儿它还是没有脱离库兹涅佐夫的特点，其自身脱胎于巡洋舰的军舰内部构设先天性决定了该军舰自身不具备太多的生机冗余。然后咱再说下小鹰小鹰号属于是已经被美国人脱去拆解，完全不再使用的东西了。这款战舰不管是甲板面积、战舰本身的内部容量，还是装备的先进程度，和中国航母比呢，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唯一的类似地方，那可能就是两个战舰都是航母了。我们来说说这辆航母的主要特点乌里扬诺夫斯克排水量75000吨由于这艘战舰呢是库兹涅佐夫的升级版，所以仍旧保留了库兹涅佐夫的所有缺点。滑跃起飞甲板巡洋舰型的战舰内舱虽然说预计搭载战机70到80，战斗力呢只比美国的企业号航母，但是跟后来更加成熟的尼米兹之间没有任何可比性。而且之前说了，没有生机冗余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玩意儿根本不可能赶上现代军舰的战斗力。然后福建呢是一艘平直甲板航母而且排水量超过8万吨。最重要的是，该战舰是标准航母，不是苏联航母那样的载机巡洋舰，上面没有安装垂直导弹发射系统，所以在战机搭载数量上，福建远超乌里扬诺夫斯克。而且最重要的是，从乌里扬诺夫斯克开始建造到苏联解体后转移到乌克兰，最终被美国人忽悠当成废铁拆了，该军舰的完成度就没超过30%，甚至相关图纸都是残缺不全的。这种情况下，你说抄袭，不好意思，真没法抄。虽然说中国航母的开端是苏联航母辽宁号呢是改装完的瓦良格，山东呢更是库兹涅佐夫的进一步发展改进。虽然性能上更加接近现代航母的地位，但总体设计并未脱离苏联航母的大体框架。可你要说福建也跟苏联航母有关系，甚至说这就是山寨的乌里扬诺夫斯克，那就纯属无稽之谈当然了，除了说福建是山寨乌里扬诺夫的人之外呢，还有人说福建就是装了电磁弹射发射器版本的小鹰只不过呢，这两艘军舰也没有可比性很多人呢有这样的想法也理解，毕竟福建和小鹰比起来有更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常规动力，也都是8万多吨，两者呢也都是通直甲板航母，但问题是两者之间的技术完全不同首先是电子设备，小鹰号航母上的舰岛还是上一代舰岛，上面装备有网格状的平板式3座标天线。这种天线在冷战时期非常常见，需要有大量的计算机进行数据分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鹰号的舰岛还是比较大的，占据了相当的甲板空间。而福建号航母呢，采用的是最新的32面有源相控阵雷达，设备集成化极高，占用甲板面积小，甚至整个舰岛的外观比美国人最先进的福特号还整洁，对战机起降的影响降到了最低。这还只是外部结构的优势32面相控阵雷达和老式3座标天线的信息传输能力也不可能是同日而语的。此外，虽然说小鹰和福建都是常规动力，但常规动力和常规动力它也不一样小鹰号呢是由4台蒸汽轮发动机驱动的总计28万匹马力，舰上电力系统可以提供14000千瓦的电力。而福建号使用的是燃气轮机，电力系统使用的是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别说是和小鹰比了，跟福特比都不落下风。按照目前我给出的说法，福建号电磁弹射系统每弹射一架歼15需要耗费5万千瓦功率的电，也就是说福建号起飞一次，战斗机就要消耗接近3倍于小鹰号航母的总体电力。在这种情况下，你用小鹰碰瓷福建，那真的是不自量力。
所以说，中国航母是货真价实的中西航母，纯粹的中国血统，既不是模仿苏联，也没有模仿美国。